会真的有机会带来和平吗？当然，全球很期盼，尤其是泽伦斯基。但是对于乌克兰的民众来讲，有没有可能盼到和平？一共有80国签字哦。虽然说加一加，因为各国不见得都派正元首的是代表，大概有100个国家左右，再根据报道来参与的与会。其中乌克兰的和平峰会公报这件事情提的诉求呢，却有10个国家，包括印度、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都没有签署。那土耳其跟沙特阿拉伯甚至表示，只有俄罗斯参与之后才能够去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否则你们签的和平也只是白签了而已。所以这张所谓有凝聚和平力量的全家福，这个和平峰会的公报到底有没有效力，还是实际的效果有限，表现一下这个团结的氛围而已。当然，更重要的是多少人要出钱给乌克兰继续来奋战下去现在凸显的很多局限性，包括什么全球南方的国家的分歧，或金砖国家没有签字所产生的这个不一样的意见，却说要孤立俄罗斯，有没有办法办到？从之前一再的围堵跟抵制制裁都没有产生效果，到现在，那当然也就更很难看到成效了哦。奥地利总理则是说呢，根据西方同温层这种感觉一样像认为没有亚洲、非洲、南美洲参与，西方在和平上就无法影响俄罗斯，讲的也都是大实话。但泽伦斯基非常乐观，他昨天甚至讲说，他认为相信从这一天开始，和平就要到来了。但中国呢，过去他一直都是泽伦斯基是以批评中国的态度，说提供武器啦、支持俄罗斯啊等等的。但根据外媒的报道连美国自己对于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支持恐怕都有限。除了拜登自己没有参加会议派副手代表之外，贺锦丽甚至会议还在召开16号还有各种的活动峰会要举行的时候，贺锦丽已经走了。已经回美国去了，那只在瑞士待几个小时就离开。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一次代表美国参加周日高峰会的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利文。那北京缺席了这次的峰会，泽伦斯基前2天都还在批评跟指责中国，但好像改口一个说法了。他说希望中方能够参与对话，而且提出建议。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敌人，他希望中国成为乌克兰的朋友。过去我们比一比，从6月2号曾经讲中国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和平峰会，13号讲习近平承诺不会向俄罗斯出售问题，双方可以找到对话。现在直接说中国不是敌人，中国可以帮我们。有没有可能所谓没有北京参加，没有莫斯科参加的情况之下，希望这个该峰会被孤立？有没有可能所以才让泽伦斯基转向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不排除跟乌克兰谈判，但需要保证，如果有需要的话，泽伦斯基说明天就谈但问题是现在有办法谈，或美国拜登给指示是什么？要让和平降临吗？拜登没有去参加峰会，他去哪里？他去募款，才会跟很多的艺人还有明星站在一起。但是又宕机了吗？来看看这段画面。旁边站的是奥巴马。当舞台上掌声响起，大家拉开布幕在观察的时候，大部分人台上的这个来宾都会挥挥手跟台下互动。尤其是你看看奥巴马多会，但是拜登又愣在现场了，所以赶快奥巴马把他牵着好像是他老父亲一样，把他牵离开到舞台该去的地方那像这样的拜登接下来的选情，当然川普也不给予好脸色看川普直接对于乌克兰这次的和平协议给予酸溜溜的说法，听听川普怎么说。I think Zelensky is maybe the greatest salesman of any politician that's ever live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our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4 days ago, with $60 billion, and he gets home and he announces that he needs another $60 billion, else it never ends. It never ends. 我还是很难想象他马上要跟拜登2个人做电视辩论了，这个差异实在太大。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是，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他也有一些分析看法，听听他怎么看。Russia's military superiority in the air and artillery is very clear. It's the U.S. that keeps pushing them to fight to the last Ukrainian, as that dreadful, ironic phrase puts it. But there's accuracy to it. It's the U.S. Take our arms.
keep fighting, keep fighting, keep dying. 会不会觉得这个既视感？就站到最后一个人拿着我们的武器。前一段跟我们讨论台湾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亮哥在和平峰会里面的结论，真的能带来和平的曙光吗？我不知道泽伦斯基的小孩有没有待在乌克兰至少我知道赖清德的小孩没有在台湾所以你刚刚异口同声说叫他回国。所以我说喜欢主张这种站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最好你的小孩都在台湾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嘛，对不对？那泽伦斯基事实上乌克兰他单方想要来主导和平峰会，这个坦白讲你没有这个分量那美国拜登也不来因为中国不来，拜登中国就觉得说你不是两方怎么谈俄罗斯没有被邀请，中国大陆就决定不来了。那中国不来，拜登就不来了那这是连锁反应，因为泽连斯基邀请了160个国家，那最后只来了92个，那最后联合声明只有78个国家签连全球南方我们说比较重要的，他也特别去跑一趟新加坡、香格里拉，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联署，东南亚国家都拒签那巴西也没来所以那个奥地利总理讲的最直截了当他说感觉好像都听到我们欧洲的回音因为在场的大部分都是欧洲国家那这样有什么用呢？而且他本来你的10大议题后来被删成3个议题那连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样的字眼都被删掉那我实在不知道你搞这个和会是要干嘛。可是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很麻烦的一个情况，就是泽伦斯基搞这个和平峰会，那普丁就出招了，普丁就直接提出俄罗斯的和平方案。那坦白讲也是很严苛啦，说实在啦，他要既有的4个邦，以现有的界限为准而且他说这个叫做和平方案，不是停火是永久性的和平方案那你只要承诺不加入北约啦、中立啦、不要发展核武啦那我们就这样搞定了那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就拒绝了。那问题是普京后面还有他说如果你们不接受，那后面的流血冲突你们要负全责。所以这个坦白讲在谈判上形同最后通牒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悲剧嘛，就是你这样搞都是搞一种不会成的局嘛。你俄罗斯单方出最后通牒，那乌克兰搞没有俄罗斯的和平峰会，那就鸡同鸭讲嘛。那为什么当初不去听？不管是中国啦、土耳其啦、法国啦、德国，都想要当和事佬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坦白讲，就是美国到目前为止还不希望你去谈嘛。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啦，就是到底乌克兰有没有准备要谈判所以我认为未来俄罗斯可能会弄出一招就去煽动乌克兰内部想要谈的把泽连斯基换掉。我认为他可能会做这个动作，那就是去这个坦白说了，这跟当年国共谈判不是一样，把蒋介石换掉，那李宗仁就可以谈了，有点这个味道啦。那可是这样当然就会造成乌克兰内部的政局的纷扰而且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些人会看这样打下去怎么打，对不对？那个刚刚赖老师讲的很好赖清德就是认为我们第一战必输嘛，所以就准备打城镇战嘛。瞧不起我们军队，不是吗？不然赖清德怎么会说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他就是准备要打乌克兰模式，要打城镇战嘛。那为什么第一集你认为必输呢？是，所以当川普在讲到这些谈话就是哇，其实乌克兰好厉害呀，泽连斯基每次来就带着满满的钞票走，其实恐怕也都说中了很多美国人的心声。当然是，我觉得川普讲得很清楚就是来这边就是来要钱，可是美国人欠了，美国人本来就应该打到11月以后可能就拿不到了。但是美国人有义务有责任要付给乌克兰钱，因为当初这个战争是美国人挑拨乌克兰去打起来的。就好像美国人当初也要挑拨台独的去跟大陆打仗一样，那还好，
台湾这边我们广大的台湾的人民聪明，所以我们让民进党输得很惨，9合1也输，然后那个立法委员也输，然后总统4成啊，不伪民主、假民主啊，这个不具有绝对多数人竟然可以当总统，这个怎么会是一个民主呢？民主一定是绝对多数嘛。那绝对多数是不赞成他当总统，结果他当总统了，这个叫做假民主。好，那不管如何，台湾的老百姓太有智慧了，所以美国想挑拨两岸的战争没挑拨成功，大陆的领导人也太有智慧了，所以也没有中了美国人的陷阱，但是差一点点哦。那时候民进党在台湾挑弄那个愤青，大陆的愤青，他们都喊打喊杀要武统啊，还好他们控制住了。好，那问题就在于乌克兰就掉进去了。泽连斯基想那个民调这么低，想要连任，结果呢就发动这个战争，跟俄罗斯就打起来。这一打起来，目前来讲是居劣势。居劣势的和平峰会说，你给我全部都撤军，我才有可能和平。哎，你现在打不赢人家，哎，你是居劣势，哎。那俄国人就说撤军，撤到哪里去？现在这州已经是我的领土了，不是你的嘞。那我现在只是前提就是现在为边界，还是我传统的州的边界为边界？那我现在可以让一步嘛，以现在的边界而不是传统的边界。如果你现在的边界不接受，我就要传统的边界，那要继续打了嘛，要再扩大。我觉得这个谈是谈不了的。好，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联合声明说有78个国家或者80个国家签署，意义在不在？不在，没有用。为什么？联合国大会啊，每一次决议说你美国必须要撤掉对古巴的全面制裁，美国理吗？联合国大会啊都不甩了，联合国大会也做了一个决议啊，说以哈要停止战争，以色列不能再打了。以色列甩吗？美国人甩吗？不甩。更何况这种和平峰会，连联合国大会的等级都不到，没有人甩的啦。所以将军看到这些所有的战略，如果要和平，泽伦斯基要依靠什么？美方就是一直援助所谓的军援各种的援助的方法，但在现在的战况看起来还是仍然非常的艰难啊。对，他走到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战略的死胡同，走到了战略瓶颈，他走不出来。他变成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一厢情愿。这和平峰会在瑞士举行的，也是一厢情愿。你没有俄罗斯，你那和平会，你不要说开，你怎么开？开了就做那些决议，真正的对象、真正的核心的目标是俄罗斯。他跟俄罗斯去谈，你没有俄罗斯谈，你所有国家背书没有用的嘛。你这背书，那俄罗斯继续打，继续就是这个样子。那其他国家帮不帮乌克兰？派不派兵乌克兰？帮乌克兰去打俄罗斯？其他国家没有国家派兵啊。那你叫乌克兰自己打，打到最后面。这在自己的国土打人也死了那么多，这整个带都断带掉了，这是这是没有办法，他战略错误了，方向不对嘛。谈判的主轴跟对象是俄罗斯，他搞错了，搞和平峰会弄到这边，你弄了再用还是没有用，做的是零分，他背道而驰，非常的可惜。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泽伦斯基战略盲动，战略盲目。当初的是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2月24号爆发事件，我们可以看他并没有做新防动员，只做筹俄，就是没有新防，筹俄动员，但是没有做新防。你要新防，要思想我心理武装，没有做。你看到没有？那时候亚速营很厉害啊，亚速营呢专门在顿巴斯，包含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杀得很惨啊，专门杀这些俄罗斯的人，俄罗斯裔的这些人。结果亚速营你看看，这个很像当初的义和团。俄军一进来之后，亚速营没了，变成这个样子了。那亚速营不是很会打仗吗？在顿巴斯杀了14000个俄罗斯人，不是很厉害吗？俄罗斯大军一进来，亚速营消失，变成这个状况，很像。我们可以看呢，很多在历史上可以做类比。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意识形态挂帅，泽伦斯基就是仇俄反俄，结果现在打到最后面，想停不了。美国没有喊停，乌克兰不可能停下来嘛？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去收尾？停不停？你要看普丁要不要继续，接受乌克兰的条件。所以我们来看，真正的乌克兰他要去想，到底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他要去收复这四个州：扎波罗热、赫尔松，还有这个卢甘斯克跟顿内茨克，根本没这个能力。你看他反攻了2年，还是没有办法收回来一寸土地。所以他真正为何而战？当初的战略的方向弄错了。
老师在台上迷路的拜登，有可能让战争帮助乌克兰结束吗？真正最惨的，真的都是只有乌克兰的人民了。休息一下，我们有更多的话题，不要走开。地缘政治很多的重组、重新，敌人跟朋友很难分。例如澳洲曾经有一度跟中国关系非常的紧张，但是现在呢，关系改变了吗？李强，中国总理李强到了澳洲去访问，由澳洲外长黄英贤亲自接机。看看下飞机这段画面是非常礼遇给他的一个规格对待。那下飞机之后，当然马上就要展开澳洲国会啦、隆重欢迎仪式啦，还有接下来在地缘政治、军方对峙、地区紧张这些棘手的谈判的问题要揭开序幕。那更重要的是，闭门的会议里头呢，还要有各种国家利益的问题来讨论哦。看起来两个人双方的互动是非常的好，也是高规格来对待。李强表示，过去几年中澳关系曲折重回正轨不容易，所以重要是要共同努力。努力什么呢？澳洲要的当然是有更好的关系，包括不要再挡龙虾了嘛，要各种的商业契机跟合作。立刻中方所做的是，澳洲要获准纳入大陆的免签证计划，双方是一个不管观光或商业的进口、出口都可以有更好的合作。那北京也要向澳洲提供2只大熊猫旺旺跟福尼啦，延续熊猫外交。李强也要访问主要的葡萄酒产区，表示葡萄酒啦、龙虾啦都是马上要开放的、取消禁令的重要的关系。所以澳洲外长黄英贤才讲说，哇，这一此行对于中澳贸易关系稳定非常的重要。我们算算就知道啦，2018到2019年，澳洲龙虾本来占多少比例呢？94%是卖到中国去的。这个1倍处分跟关系的不稳定，立刻就损失了这么高7亿澳元的订单，所以要恢复很重要，龙虾订单。但我们来看看在电动车的部分。欧洲企业也很紧张、很担心，因为欧洲的欧盟关税的这个提高呢，对于其他的私人的企业、汽车厂来讲，简直担心的不得了，或者是个别的国家。所以，像欧洲的传统汽车的巨头啊，也宣布要放弃在欧洲自主生产，因为他认为在这里生产反而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平价电动车面临的空前的挑战。而德国也很紧张啊，因为它传统的油电车就是它这里跟中国大陆不管进出口合作是最多的，所以副总理哈贝克也马上6月19号要到韩国跟中国进行访问，就是担心万一到时候中国抵制冲着他而来，德国将是重伤害。亮哥在澳洲这一趟这个李强的访问里，看起来双方的关系正在改善。我觉得主要是澳洲啦，因为澳洲就卡在中国跟美国中间嘛。中国大陆倒是很一致啦，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没有做太乐观的期待了啊，比如说会不会去修改什么 AUKUS 啊？说这个不太可能啊，说实在啊，他也许到纽西兰会希望纽西兰不要加入 AUKUS， 可是澳大利亚已经在里面了啊。那他了不起，只是会跟他讲说，会建议他啦，说安全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安全计划有必要搞到第一岛链吗？你距离这么远。这个坦白讲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工党也有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啦，那只是奥本里现在卡在，因为美国掐住他不然那个前工党那个 Keating 他就公开讲啊，他说澳大利亚的安全的问题应该主要就是南太平洋跟印尼吧，怎么会扯到第一岛链呢？那距离多远你知不知道？中国大陆到澳大利亚是5800公里。那结果他要做核潜艇，我就不知道他核潜艇要开去哪里啊？你做核潜艇，很明显就是要配合美国的布局嘛，不然你为什么要做核潜艇？核潜艇就是没有距离限制嘛，你可以做远程的打击嘛。可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到底有什么威胁？威胁，对不对？我们讲军事上的是你当然如果是政治上，有时你会抓到一些间谍等等，那个。各国都有啦，我们现在讲军事上的事实上，那个 Kitty 他就公开讲啊，说，澳大利亚应该买的应该是在周边近程、中程的
比如说驱逐舰啊、巡洋舰啊，这比较实际吧？还有巡逻艇啊，这恐怕才是符合他的安全的一个想法吧。可是就因为美澳的共同防御条约，我觉得事实上，坦白说了，我们讲这个二战留下来的啦，就是美国跟苏联是竞争在全世界嘛，那有很多共同防御条约所布的局啊，对很多国家来讲都距离太远了嘛，啊，事实上澳纽就是这样被编入啊，美澳纽的共同防御条约，那就是针对苏联的扩张啊，那现在改成对中国的扩张啊，可是苏联可能是真的要做军事的布局啊，那中国大陆有像苏联这样吗？所以坦白讲，如果这个问题澳大利亚没有办法想通哦，它跟中国大陆的发展就会有一定的极限了。哦，你说你要好到哪里不容易了。可是我觉得澳大利亚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比如说，他愿意让比亚迪进来嘛，因为我今天刚一个澳大利亚的网友跟我讲，说澳洲对所有的汽车进口都免关税。我听了我都快要昏倒了。免关税，因为B国是关税加货物税57%。对呀，太夸张了。所以他说他们那边买中国车都很便宜啊。不，他就是认为这个就是你日常要用的代步工具，所以他就开放进口这样，所以他也有做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中澳之间是要谈经贸容易，但军事合作这才是最敏感的部分。我觉得大陆也没有要跟澳大利亚有军事合作啊，那他只是希望说澳大利亚不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嘛，至少在中美之间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你往美国靠可以，但是不要敌对中国嘛啊！我想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底线了，就是说你可以靠向美国，你可以加入美国很多的组织，但是美国的一些组织如果是要对抗中国大陆、打压中国，那中国没办法接受。你只要不要玩得太过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对于澳大利亚本身就是安格鲁萨克逊族他们的本身的这种血缘关系或者文化的关系是理解的，但是并不表示能接受。好，但是在经济上是高度的互补性嘛，而中国大陆事实上是在增大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因为这个对大陆也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因为大陆有很多的产品本来就是要外买嘛。不管是龙虾啦、红酒啦，当然中国大陆自己也有，但是呢，市场够大，所以它也需要进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些大宗物资、农产品都进来，那大陆也有更好的条件跟美国、跟巴西或者跟其他国家谈，甚至跟俄罗斯谈，都有更好的条件。所以本来就是一个互补。可是呢，如果今天澳大利亚或者纽西兰跟中国大陆的经济没有任何依赖的话，那你基本上对于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大了。现在为什么中国大陆影响力这么大？就是因为你澳大利亚的红酒依赖中国，龙虾依赖中国，铁矿依赖中国，煤矿依赖中国。其实你各方方面面很大一部分你都依赖中国，依赖中国，那当你对中国大陆敌对的时候，中国大陆开始产生制裁的手段就有效了。所以我觉得大陆现在是要增大你对我的依赖感，我觉得这一点是有效的。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至少两国的总理也已经签了，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的商务、观光、旅游等，目前来讲，对于澳大利亚、中国大陆是免签，可是大陆到澳大利亚的是3到5年的多签，要签证，但是一次签就是3到5年的多次的进出，这个其实对澳大利亚的观光旅游是很有帮助的。而且科技的合作又要开始了，科技合作就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但是能够谈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又往前进一步。至于我觉得德国这个总理哈贝克，他从上任以来一直到现在，他对中国大陆都是敌对的，而且他是仇中反中的。那他在2年前的时候，2022年他刚上来，他就主张就制定一个对中国大陆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要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其实就是去风险化了，脱钩了。当初他的战略就是这样，所以当肖尔兹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连赔都不赔。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现在为什么急急忙忙要到中国？对，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急急忙忙的现在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率团去就代表什么？德国的经济不行了嘛。如果中国大陆再下手，
那你德国根本你这个部长他这个党也别想再执政了。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反制目前只针对猪肉、乳酪，还没有对他担心的汽车业呢。对啊，是将军。中国大陆是澳洲的最大的出口国，它31%都卖了中国大陆。我们看卖东南亚，东南亚10个国家只买澳洲只11%，后来东南亚10个国家最的市场是中国大陆市场1/3，中国大陆是10个国家的3倍。你说澳洲是不是要它的不管是这些牛肉，还有龙虾，还有这些红酒，也包括的矿产，包含这个天然气，都要向澳洲买嘛。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啊，当然它有2大之力了。第一个地利之便嘛，5500公里距离中国大陆，你看澳洲距离美国12000公里，如果那是2倍那个距离欧洲更远了。绕过印度洋，如果你要走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话，那到欧洲也是1万多公里，还要再付费。对，还付费是这个样子，旷日费时，而且这些农产品都要的是时间。你如果是在这船上运久了，不新鲜了，牛肉不新鲜了，这些我们的龙虾也不新鲜了。中国大陆最近嘛，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很重视中国大陆市场，就是地利之便。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那个华人慢慢变多了。现在澳洲的华人大概140万，台湾有5万，这个我们讲的华侨、台侨在澳洲，在中国大陆慢慢往那边移民去了。那移民去之后，影响力就变大了。跟他的商会、这个株式会社，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是工会都中国大陆的人、华人在那边有影响力了，跟中国大陆这方面的商业上的往来就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市场大，交通也便利，华人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占比大概6%，那慢慢增加，你可说是不是？那市场就刚好对了中国大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从这3个来看的话，那中国大陆的市场会越来越大，因为大家14亿人口，然后每个人所得都增加。那说吃龙虾是不是大家都吃得起？20年前吃不起，现在吃得起了。那这样的话，刚好那个全世界就澳大利亚好了，澳大利亚92%的龙虾是卖给中国大陆，那是不是？那大家看好中国大陆的市场，就往那个地方跑了，往那个地方去消费去了，往那个地方卖做外贸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澳洲它永远不会忽略中国大陆广大的市场。连续15年，本来中国大陆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是对一断掉，影响多大？影响大。那这样子的话，它就要市场嘛，一个农产品，另外一个原料，你不管是铁砂矿、煤矿也好，都是要找市场，中国大陆就是最佳的市场嘛，就最佳的市场的经营了。对，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军事跟美国是一回事情，但是贸易永远没有办法把中国大陆丢掉，因为大家都要很多事情都要从经济面来看，没有经济面，人们没办法生活。你还有包含那个国防预算，奥坎省的那个我们讲到那8艘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舰，都要有钱嘛，那还是要赚钱为上，赚钱为上。找贸易对象，贸易对象找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可以看了这个，因为地缘的关系，这一方面，中国大陆跟澳大利亚的这方面的经济上的这方面的牵绊、交流，还有我们讲的做生意，在这一方面是丢不掉的。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国内议题的来宾呢，我们第一位介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跟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两岸的议题呢，到底现在要繁花有盛开的可能，还是繁花落尽？到底有没有兵凶战危？其实，在台湾的民众来看，面对赖总统的说法其实有各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情。那对于这位文人部长，掌管了我们国家重要的国防的要塞，但辜立雄在面对官校喊敬礼的时候，看起来却有点不知所措吗？看看这场画面。现场画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致敬敬礼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大概都就定位啦。那以部长应该有的威严跟威仪，当大家喊敬礼的时候，他的动作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放哪？看看左边、右边，好，看啊，好，又放回去啊，好，放下来又放回去，好，这就是我们的部长。当然，他可能对于军中的礼仪不见得很熟悉，但这会不会是我们现在对于民意来讲也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赖总统的各种有点矛盾的论述，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呢？黄埔校庆上面的言论，其实昨天我们也讨论很多，尤其是首战及中战啊，因马英九的说法来攻击批评的投降主义
主义说法，他讲到的重申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投降主义就是首战即终战的说法哦。那当然，顾立雄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就说啊，赖清德的意思是，接受投降主义的话才会讲首战即终战，所以言下之意我们不能接受。他的简化思想是如此。那么过去蔡英文的国防报告是投降主义吗？因为这是来自于蔡总统任内的国防政策研究院所做出来的报告。他说呢，其实是大陆军方打仗想要求胜的战略目标而已。所以不接受首战即终战怎么办？马办批评他，这叫做我们人民需要的是避战总统，而不是引战的总统。现在这些做法是引战吗？那台湾该怎么做呢？要仿效所谓的澳洲军队去招募非公民参军的佣兵制吗？老外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军队阵容，这个是来自于美国专栏作家给台湾的建议。那相关的意见可以研议，顾立雄回应，但是这个部分从长计议，也要有法源。又来了，律师要来立法，等立完法不知道多久，但管不住官兵，或者是官兵士气究竟能不能提振，这个是重点。例如有一位在海军民船舰上面服役的上兵，24岁，突然半夜跳海了。他不是要寻短，他是不想当兵，他一路从基隆港这里游到和平岛，那么据估算大概有700米左右哦。游到了岸上之后，去找附近台船公司的保全求助，很累啦，夜里要逃啊。那这样子逃，当然还是被抓了嘛哦。那或者是17岁的少年在砍伤一位陆军士兵，这个是概念是当陆军到这个钓虾场去娱乐的时候，互相砍杀、伤重不治等等的。那么对于这个官兵的安全是国家很重要的资源，那官兵的纪律跟心理的感受当然也更重要。所以顾立雄这个看起来是利多的方法，取消官兵休假的时候安全回报，好像是让他们很轻松放假哦，可以不用那么被绑手绑脚。可是这样的做法，如果外面出了什么意外，会有状况的时候，有办法掌握吗？那么徐小新爆料出来说，自从顾立雄取消了官兵休假安全回报这件事情之后，另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自然用 LINE 投票来做安全回报。中阶军官改革方法，因为得做啊，他们必须要掌握士兵有没有游泳出去了，还是士兵在外面有没有跟人家起了冲突，出了事情了，他们必须掌握嘛。他说，因为问顾立雄说，那怎么处理这个？换个做法，还是一样休假要回报，因为这是军方内部有需要，管理上面怎么决定啊？那美国呢？美方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台海无人地狱计划，上次是智库的报道，从美方的媒体报道出来，当时我们集中到讨论都是说，无人机吗？所以无人机要把台海布满，变成一个炼狱、地狱般的境况，没有办法让人啊、什么军械啊都没有办法进入的情况。但根据《环球时报》最新的公众号这个枢密院10号的发文，则是说不只是无人机而已。根据这个五角大厦汲取了俄乌冲突的经验之后，空中还有海上都要，尤其是正在计划建造数以千计的海上无人攻击艇，像这样的攻击艇都是自主可以开始开到现场去做各种的环境使用，尤其是台湾海峡。那这个报道还特别讲这个地狱警官从空中跟巡弋飞弹各种的组合，加上快艇，就可以破坏解放军对台湾的2栖登陆。但这个分析认为，美军想要让台海真的出现地狱景象的话，关键就是说，包括这些船或者是各种无人机有没有办法真的实现大规模生产呢？这是个问号。另外，《金融时报》有个报道，我们从一开始看到这个报道，我都觉得来源可能必须要先疑虑一下，先不用尽信，因为这个报道是引用了说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在去年曾经跟冯德莱恩碰面的时候的场合，谈到美国企图煽动中国攻击台湾。习近平当时告诉冯德莱恩说，美国试图诱骗共军侵略台湾，但他不会上当，不会中计。这件事情去问了欧盟，欧盟已经否认这个私下谈话不会做任何的发言跟表示。但习近平有可能会这样讲吗？我们大家先观察，这又是一种另外一个形态的大外宣、大内宣吗？我们不知道。但在南海、中非南海又出现了这种擦撞的意外。所谓的擦碰是大陆指控说，中国海警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啦，指控说菲律宾的运补船，我们昨天有看到画面，是他主动的说要去靠近
大陆的海警船，然后碰撞的时候就喊：“哎呀，你撞我哦！”就是类似这样的碰撞事件，还好有录影存证，所以责任归属可以很清楚。但是菲律宾呢，向联合国递交的这个申请，就是延伸主权更宽的350海米这件事情，联合国会通过，当然大家也在关注。不过自从15号开始实施海警法的登船检查规定之后，最多登检跟扣押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进入他们海域的外国人的时候，包括可以关押最多60天哦，还有各种的加以不经审判可以居留的这个权限哦。现在真的在这样的碰瓷，很难讲南海会不会有更危险的风险冲突发生。亮哥，当我们看到现在在包括顾立雄啊，或者是传出来习近平这种谈话的时候，似乎一种氛围啦。但重点是我们军方究竟 hold 不 hold 得住，士气如何？因为那个首战集中战是2020年国防研究院，我们的国防部的那个国防研究院，他对大陆战略思想的一个研究，所以他就说大陆当然希望在最短的时间结束战争嘛，那就是首战、决战就终战了啊，那就是简单讲啦，就是说他要在很短的时间取得优势啦，让你难以逆转。所以即使之后你要有外力进来支援，比如说美国，那也来不及了啊。那马英九做了引述啦，说这个两岸战争就是首战即终战，那等于就是马英九同意大陆的那个战略的思维嘛。那我们这边的研究结果也认为是这样，所以马英九就认为说，你不要期望美军能够进来救你，来不及啦。所以结论就是要避战。这个才是人家完整的讲法嘛，那李赖清德现在要把它扭曲成说，你认为对方是首战即终战，所以你就不敢战，直接投降，所以你就直接投降。他这个逻辑不知道是怎么推论的啦。其实我坦白讲啊，他那个黄埔军校的演讲前面是没有问题的，他前面讲到那个历史的延续性嘛，这还是民进党少有的啊。会去讲到这个1945年前的中华民国啊，那虽然他漏掉抗日那个部分了啊，可是就是他后面就不是了，他后面就开始又来区分敌我了，所以我觉得李艳秋姐讲得很对啊，李艳秋姐大概2个礼拜前就讲了，她说我们选了一只斗鸡啊，不是总统啊，他就回到斗鸡本色了，说不为中华民国奋战的就是假黄埔。这个在影射谁都知道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说首战即终战，你们就是投降主义。我跟你讲啊，这个国民党要放在心里啊。表面上他是在攻击去广州参加大陆那边黄埔100周年的那些军人，说他们是假黄埔，然后说马英九影射他是投降主义。我跟你讲，这两个抹黑的标签很快就会贴到国民党身上了，他就已经在号召了嘛，已经在发战争檄文了嘛，准备搞民主内战了嘛，这个就是风传媒今天的社论啊，就赖清德在黄埔军校准备打民主内战嘛，准备打国民党，说成是你们就是出了一些假黄埔啦，因为你们就是投降主义啦。你去想一想，这个1450绿媒会不会立刻拿去用？连总统都在黄埔军校100周年这么庄严的地方，你还在搞敌我分别，而且是在分内部，你这是什么总统啊？也难怪会有沈伯洋、王义川这样的人嘛。沈伯洋就是你提名的不分区啊，在搞麦卡锡主义啊。区分出6种人要做国内监控啊，王义川在监控对手的群众啊，所以你这整个布局就是赖清德路线，就是斗鸡路线、民主内战路线嘛，这还不够清楚吗？有哪一个总统会在黄埔军校那个演讲里面去搞内部斗争的？我真的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种总统我跟你讲，陈水扁、蔡英文、李登辉会干这种事吗？只有你一天到晚在想斗争嘛？为什么？因为40%的得票成为他的内心
的阴影嘛，他走不出来嘛，造成他的内伤嘛，所以他一心一意就是2026、2028要突破50%，这是他唯一的目标嘛。所以为了要这样，就是要斗争嘛，要搞民主内战嘛。我跟你保证，接下来就是柯文哲被起诉，然后继续围剿黄国昌，然后把国民党说成是假黄埔投降主义，这个就是民进党的赖清德路线。要变成100%得票率吗？赖教授，你认为《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哦，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不知道真假，就是习近平会在见冯德莱恩的时候讲这样的话吗？这个引述是《金融时报》，是，然后冯德莱恩的办公室第一时间就否认了，说他们不会违反了外交礼节，把2位领导人的讲话泄露出去。但是《金融时报》引述的不止一个人，而是知情的2个人以上啊，因为他有引述这个，又说另外一个人他的看法是怎么样。现在是欧盟的执委会主席正在要选举的时候，怎么突然间由《金融时报》引述不具名的人士讲出来？一般来讲，这种要负严责的，而且是整个欧洲的主流媒体都在报道，包括反中、仇中、恨中的那个法广也在报道。那么还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引述这篇报道，这代表什么？这个总编也一定有看到他们所采访的那个人的背景，那么知情的人相信说那个人的背景应该是有参与这个会议。那因此呢，他们才放出来。那我们要问的是，冯德莱恩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放出这个讯息？放出这个讯息是正在他要选连任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代表他已经在强调说，事实上是拜登想引发两岸之间的战争，所以拜登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然后他已经开始跟拜登有一点点的距离了。那也就是说，他希望欧洲的人、欧洲的领袖相信他，他会以欧盟的利益为主，不会再以美国的利益为主来牺牲欧洲人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政治权力的一种动员，因为他想要连任，他北约的秘书长已经飞了嘛。北约的秘书长本来是最有影响力、决策权的是美国，但是由于他遭到马克龙跟这个肖尔兹的强烈反对，那飞了。飞了以后，他现在想留任他现在的位置，再干5年，1年每个月利息几十万啊，开心的不得了啊。所以他想继续拥有这个位置，那怎么办？往欧洲跑。那肖尔兹也警告他，你往极右派跑的话，我们德国的票不会给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玩权力上的游戏已经出现了。不过他告诉台湾的民众一件事，确实就是美国要挑起两岸之间的战争，大陆没有上当。那问题就在于当初台湾有谁在鼓动去打仗的，在鼓动两岸之间仇恨的？大陆有谁在鼓动说赶快武统台湾？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大家也应该了解。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陆的领导人的态度就是，我们不会上当，我们不会中计，我们不会跳入美国设的坑。这也就是崔天凯为什么在今年1月的时候，在亚洲协会特别强调，中国人不会跳进美国人，他没有点名的，但都知道讲的就是美国人所设计的陷阱。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得很明白。不过我补充一下这个亮亮所讲的这个赖清德。赖清德如果说马英九是投降主义，那我说赖清德是战败主义。你首战就输了。所以你首战及决战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你首战就你认为你一定输到底嘛。所以台军等于是首战就战败，赢不了你就要搞巷战，你要死多少台湾人，到最后，然后你还赢不了。像乌克兰到现在这样子，死了多少乌克兰人啊，到现在还赢不了啊！赖清德，乌克兰人到今天都还赢不了，还在死人。所以这个首战当然不会是终战，他要什么？他要战到只剩1兵1卒为止吗？正因为之前兵推曾经有过这样子，儿子先回来吧，孙子也回来，对，赶快。所以对于军方士气来讲，怎么会好？而文人部长这些谈话里头，到底有什么帮助？上有政策，下有办法。我认为首战及终战就是一定要料理从宽嘛，因为中国大陆它是这种打法，那我们怎么样去破招？我们怎么见招拆招？要这个样子嘛？那我们是不是要带着离情来练兵？我们应该这个样子。既然他有首战及终战，这也是2018年、2020年我们国防研究院研究出来的，这是国防研究院出来的话。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要料敌从宽、虑己从严，带着敌情练兵？不然呢，我看我们那个淡水河那个是长驱直入，
那海巡、岸巡、淡水港的港巡都没有发现，你要带着敌情嘛，不然根本没有首战、中战，你根本就进来了。那将来的话，是不是有那空中的计程车、空中的这个我们叫飞行伞，就动力飞行伞嘛，就过来了。官兵水性不错，可以对，是这个样子嘛？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这个样？我们的海防都没有嘛？那空防，我们外岛那个丢传单，端午节的时候差点丢粽子，所以马上好吧，让天下第一哨嘛，这很清楚。我们有没有带着敌情练兵呢？如果没带着敌情练兵，不是首战即中战啊，根本没有首战，因为这就进来了，都吃完铁弹走了。这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要这样子来看自己。我认为不要去问中共怎么问，我们准备好没有？我们进军备战有没有好？我认为先做2件事。第一个，赖清德他是民进党的总统，要先出来道歉，对不对？他瞧不起国军，不是，他们说那个军人是米虫，民进党说军人是米虫，他是民进党党主席啊，他现在是统帅啊，应该出来道歉呐。就是说军人绝对不是米虫，要这个样讲嘛，因为他是主席。民进党说军人是米虫。那你为什么不出来？你是党主席，为什么不出来讲话？你是统帅统帅要为国军出来讲话嘛？说国军绝对不是米虫，来从军的都是好男儿，都是有志报效国家的人，要出来讲嘛，要这个嘛。你这个不做，那这样子谁要来这边？第二个，我认为先解决退场机制，因为退场机制每一年呢进来这边自愿役4000、5000个都退场离开了，你这样的话国军战力到哪里去？好不容易累积了，他走了，你这样子招募不够就算了，15万人。差了7万5千，因为我们满编是22万5千嘛，你就15万多，你差了7万，那你这个退场机制那么多离开了，那多招一点人啊。所以你看看最近问题那么多，今年上半年呢，就是你怎么还没打仗呢？然后刚才你还讲了跳海游泳，赶快上和平岛去了，就这样子，问题很多，那怎么办？无人岛、无人地狱计划有用吗？那我认为无人不够嘛，就无人机、无人舰。我认为这无人地计划，万一中共是用电磁脉动弹，你怎么办？是用石墨炸弹，因为石墨炸弹专门对无人机啊。我们这想到都一物克一物。今天有无人机、有无人潜艇、有无人船舰，它可以无人，但是问题是中共用电磁战呢，把它整个干扰掉。那这个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没有了。要多方面准备，做这个建军备战呢，要多元多去想。一定要多设，要以最坏的状况来这设定，然后给自己最严格的要求跟训练，才能够形成战力。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感觉到，就跟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内部都不团，跟亮哥也有讲，我们内部都在斗，都不团结，那怎么样对外？我认为总统要出来就团结，不要再做内斗啊！他说的不对，他说的不对，就是你说的不对，你应该出来团结嘛，不要搞内斗嘛，对外嘛，一直搞内斗，为了选举，为了选票，一直搞内斗，把对方斗臭、斗倒、斗垮。斗烂，那这我们国家不是就没了吗？都被自己的内斗斗掉了嘛。总统出来站在制高点，好好团结，我们大家好好谈。来国事会议，大家好好来谈，大家提供高见，然后形成国家政策，然后对国家才会进步嘛。理论上如此了，但是内斗、外斗，通通都斗，让部长就让官兵去放假休息一下，马上回来。